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肌肉及金钱》这本书。在这个时代，健康和美容行业以及医疗行业提供了大量服务，支付大笔钱可能能获得这些服务。然而，您不必花大钱，也能实现健康和美丽。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增加肌肉。本书将介绍世界上最有效的肌肉训练理论和实践。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肌肉训练，但在深入讲解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些基本的肌肉知识。肌肉大致分为3类：骨骼肌用于运动和支撑身体，平滑肌用于血管、胃肠等的运动，心肌负责心脏的运动。我们平常谈到的肌肉大多是指骨骼肌。本书所讲解的也是我们在维持姿势和进行运动时使用的骨骼肌。肌肉的构成和修复。肌肉由成千上万条纤维构成，这些纤维是由肌蛋白组成的。为了增长肌肉，我们需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肌纤维容易受损，且会不断进行修复。肌肉蛋白的分解和合成是24小时进行的。适当的肌肉训练、休息和营养补给能使合成超过分解，从而增加肌肉量。反之，运动不足、营养不良或加龄、疾病等因素会使分解加剧，导致肌肉减少。肌肉的增长机制超恢复。当肌肉受到负荷并收缩时，部分肌纤维会发生微小的损伤并断裂，这时就会产生肌肉痛。通过适当的营养补给和休息，受损部分会得到修复，肌肉会比之前更强大。这个过程叫做超恢复。肌肉训练就是利用超恢复机制来增大肌纤维，增加肌肉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使身体和心理都保持活力的肌肉训练；第二，为了发挥肌肉训练的效果；第三，支撑你肌肉训练生活的饮食。首先是第一部分，使身体和心理都保持活力的肌肉训练。通过反复进行肌肉训练，增强肌肉力量。过去很多人认为肌肉训练是运动员、运动爱好者或是希望变得健康、英俊的男性的事。然而，最近不仅男性，女性进行肌肉训练的比例也大幅增加。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增加肌肉呢？追求外貌改善或增强自信是很好的动力。您知道吗？您的体型会影响寿命。结论是，无论是微胖还是瘦弱，适度的肌肉体型是理想的健康体型。然而，近年来，许多著名大学的研究团队纷纷发布研究报告，表明肥胖是成人病的风险会逐渐增加。换句话说，即便是微胖，仍比正常体型更容易得上成人病。现在，即使是同样的体重，也有更多的人缺乏肌肉而变得更加肥胖。大家可以进行针对下半身大肌肉的锻炼，并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力求在保持体型的同时增强肌肉量，从而改善身体健康。当然，对于瘦弱的体型也是一样。为了更健康，增加肌肉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体型对死亡率的调查，虽然结果会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但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 BMI 值低于 18.5 的瘦弱型体型的死亡率最高。没有肌肉和脂肪的人容易因为虚弱而生病，因为免疫力会下降。过度节食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营养不良和心理疾病。除此之外，肌肉量不足也容易导致摔倒，摔倒后骨折或其他身体损伤可能导致长期卧床。对于瘦弱的人来说，进行肌肉锻炼的好处尤为明显。世界上多个研究机构已经发布了关于肌肉锻炼能减少因病导致死亡风险的研究报告，且这一结果几乎没有变化。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保持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肌肉锻炼。通过肌肉锻炼，不仅能使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也能改善心理健康。尤其是有氧运动，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能改善心理状态。这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所谓的幸福激素、血清素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被分泌出来，这些物质能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从而减少压力和焦虑感。
此外，人们在承受压力时，心跳频率会增加，但通过有氧运动增强心肺功能后，心跳频率的增加会减少，进而有助于减轻焦虑。与有氧运动类似，肌肉锻炼也能通过刺激体内的激素分泌，缓解焦虑症状，预防抑郁症。虽然目前这一点尚无充分证据，但肌肉锻炼无疑能够刺激一种重要的激素——睾酮。睾酮不仅对男性至关重要，对女性也非常重要。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动力和活力，激发积极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此外，睾酮也与快速决策等能力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睾酮的分泌并不在锻炼过程中发生，而是在锻炼后的恢复时间，尤其是睡眠中最为活跃。经过锻炼后，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一种舒适的疲劳，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睡眠质量。许多研究发现，肌肉锻炼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尤其是能增加深度睡眠的比例。通过改善睡眠质量，不仅能提升身体健康，也能增强心理健康。因此，即便你现在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锻炼，在心理状态不佳时，正是尝试肌肉锻炼的好时机。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了发挥肌肉训练的效果，在这个世界上，能完全按照自己想法做的事情是相当少的吧。尽管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过一生是非常困难的，但控制自己的肌肉量和体脂肪量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每个人在肌肉生长和脂肪增加方面存在差异，但只要方法正确，付出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相信自己的肌肉，并遵循以下2个原则。从本周开始进行身体改造如何？首先，原则1：进行合理的运动。原则2：合理的休息。只要注意这2个原则，肌肉是不会背叛你的。不幸的是，许多人尽管努力训练，但却没有改变，几乎100%是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对。关于休息这一点，重点说一下原则2：合理的休息。超恢复需要24小时到48小时，因此针对同一部位的训练，每周进行2到3次比较适宜。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呢？关于这一点，本书中引用了2篇最新的医学论文，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信息。结论如下：论文1：与每周2次训练相比，每周3次训练能更有效地增加肌肉量。然而，统计上并未找到3次训练优于2次训练的证据。论文2：在训练总量相同的前提下，无论是每周3次还是每周6次训练，都能促进肌肉量的增加，且2个组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论文中提到的训练总量是指重量乘次数乘组数。接下来是第3部分，支撑你肌肉训练生活的饮食。我们将向所有正在积极进行肌肉训练或对肌肉训练产生兴趣的人讨论，在饮食方面应关注哪些要点。请认真聆听医学博士藤本先生的建议。关键点可以分为2个，所需的营养因人而异，消除肌肉训练所增加的活性氧。我们逐一来看，所需的营养因人而异。关于健康饮食的内容，无论是谁讲，都会提到营养均衡的饮食，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常识。不过，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每个人所需的营养是不同的，它会因个人的基因和肠道菌群而有所不同。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某些物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物质的需求可能并不多。因此，不存在一种能适合所有人的好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一种食物是所有人都应该食用的，才会保持健康。即使是有机食品、补充剂或药物，这些被认为对我们健康有益或能帮助保持健康的物质，其中的成分并不一定全都是有益的，也可能包含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成分。因此，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找到适合自己所需的营养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培养个人的感知能力，去发现适合自己的食材。如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食用自己喜爱的食材，但如果能够在合适的时节食用当季食材，会更加美味且富有营养。
因此建议大家多关注并食用时令食材，消除肌肉训练所增加的活性氧，特别是35岁以后，我们要更加注重摄入能有效清除活性氧的食材，因为在35岁左右，体内清除活性氧的酶会减少。激烈的运动，如肌肉训练，会在体内产生大量的活性氧，活性氧会氧化体内的结构和细胞，酶的氧化会导致体细胞氧化，细胞的氧化被称为衰老，而基因氧化则可能导致癌症。如果是以锻炼为目的的运动，而不是为了体型改造，最好根据年龄选择适度的运动量，避免大量产生活性氧。推荐的运动量是能与周围人愉快交谈的程度。此外，活性氧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愤怒、焦虑等压力、食物和药物中的有害成分、紫外线等。防止活性氧产生的措施当然非常重要，但对于肌肉训练等无法避免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或补充抗氧化物质，从身体内部进行防御。近年来，作为抗氧化物质备受关注的是存在于蔬菜中的植物化学物质，例如番茄、苹果、可可等中含有的植物性多酚，能防止紫外线引起的氧化，是一种抗氧化物质。高可可含量的巧克力富含膳食纤维，也有助于改善便秘。因此，如果想吃点零食，可以考虑选择它。肌肉及金钱，投资在自己身上，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是最值得的回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